徐月，你他妈背叛老子！哪来的臭屌丝在这大呼小叫，扰民啊！我的眼睛！商铺2018年建成，均价每平方米2万元。我这是能看到物品的价值。这是什么？民国时期限量版大头银元，价值50万元。我居然真的能看到物品的价值！喜悦，背叛我会是你此生最愚蠢的决定。老板，收古董吗？哎，柳嫣儿同学，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墨池？这是我家的店，我当然在这儿了。怎么，你有古董？好像上学的时候的确听过，柳嫣儿家里是做古董生意的。我这儿有一枚银元，不知道你这儿收不收？银元也分等级，我先帮你看看。这是民国大头限量版银元，整个民国时期只发行了10枚。你在哪里弄的？捡的。不说算了，老同学，我也不坑你，我出价50万。跟我看到的价格一样，我果然觉醒了天眼。行，我卖给你了。到账50万元。行了，谢了，老同学，我们回头再见。嫣儿，你们这儿写的假一赔10，是真的吗？你不会想来我们珍宝阁打假吧？我们珍宝阁开店几10年，从没有一件假货。这个就是假的。啊！你别乱碰！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吗？这可是镇店之宝。嫣儿，这瓶子是假的。不可能！你相信我，这瓶子真的是假的，我在帮你及时止损。是谁说我们珍宝阁有假货的？嫣儿，怎么回事？爸，这个是我的同学。他胡说的，他怎么可能认识这是什么？谁说我不知道？北宋年间的汝窑，天青釉色瓷瓶，虽然仿得极为逼真啊，做到了完美复刻，但是假货终究是假货。你可要知道，我们珍宝阁是江北最大的古董店，尤其是这件汝窑，可是经过鉴宝协会会长亲自鉴定过的，所以它不可能是假的。看来鉴宝协会的会长眼光也不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我们这个汝窑是赝品，可有什么证据？你要知道，我们珍宝阁的名声可容不得你随意污蔑。如果我能证明它是赝品呢？你要是能证明它是赝品，那我就做你女朋友。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干什么？你知道它有多么稀少，多么珍贵吗？你别激动，冷静一点，仔细看看。我看你妹啊！你赔我瓷器！你再仔细看看。等等，嫣儿，把眼镜拿过来。这的确是赝品呢。你看，它这个表面虽然是一模一样，但是摔碎的截面里边用的都是现代的材料，要不是摔碎呀，还真发现不了它是赝品呢。来，你看看，小伙子，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眼力，真是后生可畏呀！爸，今天多亏墨池，这件汝窑要是被别人买的，我们假一赔10，损失可就大了。小伙子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眼力。墨池，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不如你再帮我看看这店里还有没有别的赝品。斗彩鸡缸杯是真的，唐三彩也是真的。这是什么？刘老板，你们这里剩下的都是真品。这个盒子是你们这最好的宝贝。你刚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这一屋宝贝，就这个盒子最没价值。小兄弟，这个东西叫墨家机关盒，里面可能有奇珍异宝，但是你打不开呀。墨家机关术都失传上千年了，没人能打开。墨家机关盒里面结构极为复杂，是集墨家机关术大成之作，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就算是当代的能工巧匠来了，在他面前也束手无策，你绝对打不开。你要是能打开，我把女儿嫁给你。爸，贤婿，贤婿，爸，叔叔啊，你可别乱说啊，我可没承认我是你的女婿啊。我还没嫌弃你呢，你还嫌弃我了。哎，那我现在叫你一声老婆，你敢答应吗？哎，别吵别吵，都怪我唐突了。小伙子，难道你懂得墨家机关术？要知道这墨家机关术可是已经失传了上千年了呀。我虽然不懂，但我的眼睛懂啊，朽了。谁告诉你们墨家机关术失传了呀？啊，我乃墨家第128代传人，我们墨家自己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懂？哎呀，原来小兄弟是墨家的传人呢，真想不到这墨家一脉还有传承啊。看来你墨家也不太富裕啊，搞这么复杂的机关，就为了这么一块破石头？怎么还有个乱码？哎，算了，好歹是块翡翠，谁说这是破石头了？这块石头可是翡翠原石。哎，我来看看。这的确是原石啊。小伙子，既然你打开了机关，那么这块原石就赠送给你了。你可以把石头先留在这儿，我有几个做翡翠的朋友，可以帮你看看。这样的话，那就多谢柳老板了。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拜拜。燕儿，你这个同学可不简单呢，以后多来往来往。像这样优秀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了。爸。牧师，赶紧来公司！公司新来了个总经理，点名让你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哦，我的天，这总经理真的可以啊！哎，你看他这项链又白又大，这短裙又长又细，好看吗？好看。我不用说了，你就是新来的医药大学实习生吧？立刻给我进去开会，让我看看是不是有真本事。哎呀，背呀！废话我也就不多说了，今天叫大家来是想给大家看看公司的新项目。这个是我花重金从中医世家南宫家族购买的清风玉露丸配方研制出了成品，大家可以看看，顺便聊聊销售方案。这就是传说中的清风玉露丸吗？据说几百年前它可是宫廷御药。宫廷御药，南宫世家就凭借这个药一跃成了100年中药世家，传承至今。这蓝色小药丸这么厉害的吗？南宫家族的神级药方都被乔总拿到了，乔总出手果然非同凡响啊！仿品清风玉露丸，南宫家族仿制的失传秘药，上市后将被爆出含有有毒物质，禁止售卖销售，公司会因巨额罚款导致破产。真正的9花玉露丸配方已存入脑中。破产？刚找到
方的实习公司就要破产，他破产了，我的实习报告怎么办啊？这哪是药啊，这分明就是一台印钞机啊！咱们公司靠着它，未来一定能成为医药行业的巨头。等一下，这个药有问题。你一个实习生懂什么？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南宫氏家族买的绝密配方。哎呀，我说的是真的，这个药真的有问题，它一旦上市，公司会破产的。闭嘴！现在立刻收拾东西滚蛋！你被开除了。等一下。董事长，你怎么来了？董事长好。都坐下吧。清风玉露丸是今年咱们公司的重点项目，不容有失。小伙子，你倒是说说，这药有什么问题？这个药不过是把健胃、止痛还有失眠效果的3种昂贵的中药材混合在一起，它根本不是什么清风玉露丸，它就是纯粹忽悠傻子的垃圾。笑话，这可是我花重金买到的南宫家族的绝密配方，不可能有问题。再说了，健胃止痛安眠本来就是清风玉露丸的主要作用，你凭什么说配方有问题？哎呀，你怎么就听不懂呢？这个药里面的配方单拿出来确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它把3种药材混合到一起的话，就会渗出一种慢性神经毒素。不信的话，你们现在就可以拿它去化验室试验。化验清单。马上拿去实验室做专项检查，我要在1个小时之内拿到化验结果。董事长，检测结果出来了。我早说过了，跟这种人就是浪费时间。他一个实习生，这药真的有问题，这南宫家族真是大胆的很啊！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药方有问题？因为南宫家族的清风玉露丸药方根本就是假的，这个方子早就已经失传了，而真正的药方在我这里。药方在你手里？那你还不赶紧把药方拿出来？你要是把药方拿出来，你的过错我就不追究了，而且奖金翻倍，当做是给你的奖励。哎，你是聋了吗？听不见我说话吗？我叫你把药方拿出来。哼，白痴！你敢骂我？闭嘴！小伙子，这个药方对我们公司很重要，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药方卖给我们，我愿意用公司10%的股份来交换。哎呀，难办呀！20%。哎呀，祖传的方子。30%，不能再多了。成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没问题，只要你把配方卖给我们，什么事情都好说。我呀，见这个人有点不开心。这个，虽然乔经理今天犯了特别大的错误，但是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出众的。再说了，咱们的新药也需要他去运作销售呢。有道理。那这样吧，在新药上市之前，就让乔总经理给我当秘书吧。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给他一个实习生当秘书？什么实习生？墨池现在有了公司的股份，他就是你的老板。南宫家族这件事情，你给公司造成了多少损失？这是你唯一将功补过的机会。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乔秘书，有件事情呢，我要提前告诉你一下。在你给我当秘书的这段时间，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对你的老板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你，哎，现在
我有了公司30%的股份，等到清风玉露丸上线，我应该能分到几千万。但是这还不够，我要赚更多的钱，这样所有人就不能再看不起我。可是学校宿舍马上就不能住了，我得赶紧找个住的地方。赶紧看，别磨蹭，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看房子呢。这房子倒是不错，离我公司也近，还挺方便的。不过就是价格，姐，你叫妈也没用，要租就租，不租滚蛋！我就讨厌你们这些穷学生，磨磨唧唧，交个房租都费劲。唉，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比这更适合的房子了。行，我租了。那我要跟你说清楚啊，这个房子隔音可不太好，你到时候不要在房间吵吵闹闹，吵到我，押金可不会退啊，你就直接滚蛋。这房东太太的脾气怎么比她身材还好啊？不对，还是身材更火爆一点。顾婉月，30岁，职业包租婆，长期阴阳不调，导致肝火旺盛。阴阳不调，这个我能治啊！20多年的阳气，只要一针下去，保管药到病除。你小子傻乐什么呢？赶紧把房租准备好，我走了。以后就住这里了，先把房间收拾一下吧。啊，不对呀，我现在好歹也是有秘书的人了，这种小事怎么能让我自己来啊？哼！强，这个王八蛋，居然敢让我做你的秘书！等过了这个月，看我不折腾死你！谁想我了？看你这一身的臭汗，别把我家地板弄脏了。去，洗干净去。洗就洗。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不过，他在我家里洗澡，会不会不安全呀？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像我这种负责任的男人，肯定要保护他的周全。你怎么流鼻血了？混蛋！你该不会偷看我洗澡了吧？你当我有透视眼啊？能隔着墙看你洗澡？你怎么不穿裤子？难道你是想勾引我呀？我可告诉你啊，看清你自己的身份，别对自己的老板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谁知道你喊我过来是打扫卫生的？我衣服脏了，没有干净的衣服。我有啊。你管这叫衣服？这是房东太太剩下的。时间来不及了，电脑借我用一下。嚯，你还炒股呀？我居然能预知股票的走势，岂不是以后可以通过炒股赚钱？看什么？看得懂吗你？你赶紧把这只股票卖了，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跌停了。你懂什么？这只股票可是数位专家说的今年最具潜力的绩优股，专家都说了，买它准没错。什么狗屁专家？你听他的，早晚得赔死。你现在赶紧把这只股票卖了，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哎呀，我来帮你吧。
然全都给我卖了，你知道吗？这是最优质的股票，你让我少赚多少钱啊！你冷静一点，我这是在帮你。你要是不卖了的话，马上就要跌停了。怎么会跌呢？专家都说了，这只股票不可能跌的，这是最好的股票，怎么可能会跌啊？要是跌了呢？要是跌了，你想怎样就怎样。那好，你自己看吧。竟然真的跌了，谢了。你刚刚不是说想怎样就怎样吗？你想干什么？你说呢？你想得美！怎么玩不起呀？谁说我玩不起？你要干嘛就干嘛吧。对，就是这里，用力。哦，舒服。老板满意了吗？哎呀，还行吧。不过你得用点力，别跟没吃饭似的。好，都用力是吧？现在满意了吗？我靠！活该！这娘们儿脚劲还挺大。旧货市场，正好刚交了房租没钱了。老板，看看想买点什么？我这儿都是刚出土的好东西啊！信你就有鬼了。哟，没想到还真有好东西啊！不过不能让他看出来。这个多少钱？老板真有眼光啊！这可是商周时期的东西啊！老板竟然看到了，说明老板跟这件东西有缘分。那我只能忍痛割爱了，88000带回家。老板，你知道咱们海城最大的古玩行是哪一家吗？这最大的古玩行那肯定是珍宝阁啊。既然是珍宝阁，那我还不如花88000在珍宝阁买一件，那里既保证真品，还假一赔10呢。老板开玩笑了吗？明人不说暗话。这次呢，我来就是想给家里的橱柜买一个小摆件。我老婆呢，只给了我800块钱，我只有300块钱预算，而且你还要给我开800块钱的票。老哥懂你，都是男人嘛，攒点私房钱不容易，300就300，我这摊上你随便挑。就它了。哎，好。过去了啊。哎，好嘞，谢谢老板，回头见。好。哎，小友请留步。手中的鼻烟壶能否给我看一下？这个鼻烟壶着实不错，我很喜欢。不知小友能否割爱于我？多少钱？刚才听小友说买的是300块，我给你往上翻100倍，3万如何？什么？3万？小伙子，你这是扮猪吃老虎套路我呀！一转手就赚了3万块钱啊！哎呀，老板，你放心吧，我是不可能赚他这3万块钱的。为什么？是价格不满意？那你想要多少钱？300万。这鼻烟壶不可能值300万。小友，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明明是老板先跟我开玩笑的。看来你是知道这些东西的。既然如此，他在你手里也不算蒙尘。喂，我在旧货淘玩市场呢。我现在就回去了。哎呀，先走了。你们刚才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啊？什么笑话呀，蒙尘啊！3万块他为什么不买啊？看来你真是不知道这件东西。那可是清代乾隆的鼻烟壶，之所以3万不卖，他是想要更多。那他到底值多少钱啊？至少是100多万。啊！哎呀，可心疼死我喽！说吧，这么着急把我喊回来，什么事儿啊？你的石头有着落了，我爸给你找了咱们海城最大的玉石老板来给你长眼。那我可真得要好好谢谢柳叔叔。石老板，怎么样啊？
这块石头啊，确实是一块原石，只不过我从业几十年的经验，从来没见过这种石头。但是既然柳家开了金口，这个面子我是一定不会驳的。再加上都是从这个墨家机关盒里流出来的原石，更是绝无仅有的孤品，就算是一块废石头也很有收藏价值。这块石头我出20万。墨池，石老板愿意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收了你这块废石，还给出20万的高价，你还不快谢谢石老板？不卖这块石头，我要自己接。小兄弟，你可要想清楚啊！这块石头里面隔着一层原石皮，谁也看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啥。这如果是开垮了，这稳稳到手的20万可就没有了。墨池，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20万，你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攒够啊？哎，小兄弟啊，你执意要开这块石头，是不是看出点什么门道了？我再看看。怎么还是乱码？不行，万一错过了宝贝，岂不是血亏？给我开！龙纹血玉，这名字怎么听着跟玄幻小说里的天才地宝似的？哎，石老板，你可曾听说过什么龙纹血玉？龙纹血玉，怎么听着有点熟悉的样子？你是说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上古奇珍龙纹血玉？你不会要说这块原石是龙纹血玉吧？看现在的情况，的确如此。那你肯定是看错了，你没听石老板说吗？龙纹血玉是上古奇石，而且已经绝迹了。如果这块石头真的是龙纹血玉的话，我就刚好，你不也分手了？那我就做你女朋友。哎，你想得美，绝对不可能！哎，就这么定了。喂，赶快把切石机送过来。对，切石机再过几分钟马上就到。对了，叔叔，您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乾隆的鼻烟壶啊，这可是个宝贝啊！从哪儿弄来的？旧货市场淘来的。旧货市场淘来的？小兄弟，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花了多少钱？30万。说实话，这个鼻烟壶啊，值100万。啊，小兄弟啊，你花了30万，赚大发了。叔叔，300块钱。300块？这是哪个傻瓜把这个宝贝300块卖给你了呀？莫名其妙打喷嚏，是不是有人骂我呀？活该被骂，100多万呢！切石机已经安置好了，石老板，切石这种事情还是你比较专业，你来吧。好。如果我真的能够开出龙纹血玉，那我也算是不枉此生。而且我听说有一位大佬一直在寻找龙纹血玉，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如果开出龙纹血玉，小兄弟，我送你一场富贵。这真的是龙纹血玉！我就知道墨池一定不是普通人。这怎么可能？女朋友，你好呀。小兄弟，我们走，你要发达了。哎，石老板，这是哪家要这石头？连家。连家？哦，连家，那可是华夏的顶级家族啊！小兄弟，你们快去，快去！哎，走走走！哎，等一下，叔，我的鼻烟壶还没卖呢。放心，你先去，我马上把钱给你。走走走，走走走。哎，别看了，
一会儿啊，你将迎来的东西可比这120万有价值多了啊！哎，干什么呢？石老板，咱们一会儿要见谁啊？看上去很大的场面啊！不该问的别问，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等会儿记住，不要乱走动，少说话。另外不要提钱的事儿，只要你的东西对他们有用，他们不会亏待你，而且你还会迎来一场通天的大造化。林小姐你好。就是你开出了龙纹血玉啊？是我开出来的，不过呢，玉呢是我小兄弟的，我听说啊连家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啊就赶忙把它带来了。把东西给我看看吧。质地柔润，光泽鲜亮，这是一块上等的龙纹血玉。太好了，正好南宫医生也在，你们跟我来吧，让他帮忙看看。好。居然是他！没想到有一天我能亲眼见到这位从前只能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大人物。南宫医生，我们找到龙纹血玉了。我看看。这老爷子是生病了吗？还奇怪，龙纹血玉好像并没有能治病救人的功效啊。这是个劣质品。南宫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呀？我们连家寻找龙纹血玉几十年，查了不知道多少资料，根据史书记载，这是极品中的极品啊！这个嘛，连小姐，您不是医生，您不太了解。拿来把玩的玉剑和治病救人的玉剑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虽然这块玉比较劣质，但它也是龙纹血玉，对于医治连老的病情也是有一点点作用的，只是效果微乎其微。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有了龙纹血玉就能治好爷爷的病。但连老一生为国，为这当下的盛世繁华几乎付出了一切，如今在这生命垂危之际，居然还要被这南宫家的骗子欺骗利用，简直可恶！感谢两位朋友，这情我连家成了，我替连家谢谢二位。只是爷爷身体抱恙，家中不便留客，实在抱歉。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不打扰了。祝连老爷子早日康复啊！不是，咱们赶紧回去吧，别在这儿打扰连老爷子休息了。这位朋友是还有什么事情吗？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们连家一定竭尽所能。有事儿，而且事情大。这个南宫根本就是骗子。小子，你胡说什么呢？连老的病是因为旧年的伤痕累积，血液淤青堆积而无法动弹。龙纹血玉虽能养人，但并不能救人，它又不是药。如果说连老的病好了，这个玉兴许还能养润身体，照顾一下。但是以连老现在这种情况，龙纹血玉根本没用，而且从始至终的史实记载中，也没有记载过龙纹血玉能救人的案例。好像在我查找的所有资料中，龙纹血玉确实没有入药的记录。不但如此，连小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自从这个人接手了老爷子的治疗之后，老爷子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而且状况还每况愈下，对不对？你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黄口小儿，懂什么？居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连小姐，您不会真的信这小骗子胡说八道吧？连小姐，我们南宫家族的医术传承100年之多，祖上那更是给宫中贵人治病的御医。如果连我们南宫家族都治疗不好的病，难道这小骗子能治吗？嘿，我还真就能治。小伙子，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真的能救我爷爷？哎呀，我没骗你们，我真能治。小子，你为了攀附权贵真是不择手段。你想没想过，连老要是出了点什么意外，你会是什么下场？
让他试试吧。爷爷，你醒了！连老，不可呀！怎么能让这种来历不明的人给您治病呢？作为您的医生，我是绝对不可能让这种危险的事情发生的。你还有什么办法能治好我的病吗？您现在的身体需要慢慢的静养，我会用我们南宫家族的祖传医术来慢慢调养您的身体。如果要让这种骗子来给您治病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伙子，我感受到你的真诚，你来试试吧。我保证，就算出了什么差错，连家也不会追究你的过错。反正这样下去，我也时日不多了。连老，谢谢您的信任，我保证，我一定会把您治好的。这小伙是疯了吧？你想死别带上我啊！人是我带来的，这要是出什么事儿，我还能跑？哎，不是，小伙子，你这可不能乱来啊！这咱还是赶紧走吧！啊，哎呀，石老板，我没开玩笑，我能治好他。完了，我全完了。膻中穴，青刺3毫；中府穴，吻刺4毫；天突穴，重刺6毫。小子，这就是你的针灸？连最基本的针法都不会，我看你就是个骗子！闭嘴！还敢嘴硬！连小姐，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将这个骗子扔出去！如果再让他继续弄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恐怕连我都没有办法补救了。莫先生，请你立刻停止手中动作。爽啊！太爽了！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血脉是如此的通畅，好舒服啊！这不可能！竟然真的有效果！吓死我了！连老，您动一下试试。刚下了针就让动，你真以为你是什么神医啊？告诉你，就算是华佗来了，爷爷，你能动了！这怎么可能？爷爷，你能动了！小伙子，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大家都不要相信这个骗子！我知道了，对，是碰巧了。毕竟我之前治疗了连老那么久，一定是我之前的治疗起了效果，连老他才好起来的。南宫医生，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若是让我知道你拿爷爷的性命开玩笑，我定会让你整个南宫家族直接消失。连小姐，你听我解释。来人，送南宫先生出去。连小姐，你要相信我，是我治好的连老，是我治好的连老。莫先生，我爷爷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连老现在暂时无碍了，不过想要彻底治疗好连老的话，估计还得再多治疗几次。你的意思是，我爷爷的病能治好？当然可以，只需要再多治疗几次就可以了。莫医生，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连家的家人。小兄弟，这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啊！哎，咋了？高兴傻了？也是啊，无论是谁碰到连家，哎呀，钱呢？他没给我钱啊！哎呀，小兄弟啊，你现在都成连家人了，这身份可比你的钱有价值多了。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这代表我被连家画了个大饼。你这个荡妇，满脑子就那些不干净的破事，滚出去冷静冷静吧！哎，给我开门！哎，房东太太，你进来干什么？滚出去！今晚我要睡这儿，
你凭什么让我走？我们都签了合同了，而且我给了你房租。房子我不租了，大不了付违约金。忘带手机了，我明天转给你。你老婆不会突然回来吧？放心，我早就把她赶出去了，她今晚不敢来打搅我们的。我去，这么刺激吗？你叨叨什么呢？我只是想说，你老公好像背着你在外面偷情呢。你个混蛋，谁让你是我老公的？现在立马给我滚蛋！真是狗咬吕洞宾。行，我今天就让你听听，你老公在干什么。你干什么啊？你自己听。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娶我啊？他已经答应我把财产全部过户到我名下，你等2个月，等钱一到手，我立马和他离婚。这还差不多。这个混蛋敢背着我在外面鬼混，我这就让他收拾东西滚蛋！敢绿老娘，老娘也要绿他！哼！我去，这什么眼神？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哎！姐姐美吗？美。你不要过来啊！还不赶紧给我放开！快点儿，快点给我放开！废物，全都是废物，你也是废物。我是废物，要不是我不愿意做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你啊，今天就得爬着出去了。小废物！敢说我是废物？要不是我着急去上班，现在就让你叫爸。哎呀，当老板就是爽啊！不用朝九晚五，想几点起就几点起。你怎么才来啊？乔总找你一上午啊！昨天刚被抓包你偷看他的照片，今天迟到又被抓现行，你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哎呀，没事儿的，兄弟，不用强撑。要不你换个公司吧，我哥们儿他公司刚好招实习生，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得罪了乔总，在这公司恐怕是待不下去了。得罪他？我可没得罪他啊，我俩关系好着呢。前2天他还在我家洗澡呢。哦，洗澡？哎呀，别吹牛逼了，乔总来了，要是让他听见，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怎么现在这个点来？怎么，我几点来还需要向你汇报吗？跟我出一趟差，我们公司的新药通过了腾龙集团的审核，你和我一起去参加最后的终审。这么点小事儿还需要我做？那我要你进公司干什么？这哪里是小事啊？你知不知道，腾龙医药企业是国内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它掌握着国内1半的销售渠道，甚至还有国外的资源。要是我们能和它达成合作，你知道以你的股份能多挣多少钱吗？哎，行吧行吧，真是麻烦。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出一趟差吧。走。哎呀，下班了。真是个混蛋。这天怎么都黑了？2间房有预定。好的，请稍等。不好意思啊，您这边的预定已经超时了。没事，那帮我再重新订一下。抱歉啊，酒店这边只剩1间大床房了。啊？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突然拉我出来出差，还只订了1间房，还是个情侣房。你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不干净的想法吧？胡说，明明是你来晚了，导致堵车耽误时间。身为助理，竟然不提前告诉老板的日程安排，还突然来了这么个酒店，我看你就承认了吧。你肯定是缠我身子，想睡我。啊！我靠，你属狗的呀！活该。什么嘛，又亏了。对了，他好像会炒股。你这个手还疼不疼了？不疼，狗咬的。我给你吹吹嘛，来。哎，你可别这样啊！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跟我保持3米的距离。有色心没色胆的怂包，看我好好整整你！你不是说想要看看我又白又大的项链吗？离这3米怎么看得清楚？啊？你？混蛋！我打死你！女人，你在玩火？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刚刚明明是你先勾引的我。我没有。不，你有。不过你说的没错，这项链还真是越离近越好看。今天我就好好看看。等一下，我说的是让你帮我看看亏钱的股票。我就知道你这女人没安好心。不过，看在你项链的份上，我就帮你一次。到时候记得拿项链好好感谢我。不就一条项链而已吗？没问题。你说的是项链吧？不然呢？你以为是什么？我来看看。你这买了11只股票，里面有8只股票都是绿的，重点关注里的3个还全都绿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佩服佩服，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呀，都没你能绿。你就说，哪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我的股票？有啊，当然有。我先看看。嚯，你这账户里居然有1000万，富婆啊！这活儿我接了，不过事成之后3期分账。行，只要你能为我挣钱，分你3成利润。哎，不，我说的是我7，你3。是你疯了还是我傻了？最多4/6，给你4成。哦，那我去睡了。你就不打算再聊聊？聊什么聊啊？你不愿意，就继续享受你这呼伦贝尔大草原呗。反正又不是我亏钱。你赢了，我总行了吧？行，那我先去睡觉。64。行，那我先去洗澡了，明天还要早起。就按你说的，给你7成收益。你要是敢亏钱，看我不咬死你！放心吧，过不久你就会知道自己做了个多么正确的决定。来，这个，还有这个，全都留着，其他的全是垃圾股票，把剩下所有的钱全部梭哈蓝宝娱乐。
给蓝宝娱乐。蓝宝娱乐可是数十名专家公认的最垃圾股票，你到底懂不懂啊？哎，行，我不懂，那你就继续享受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呗。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10天之后，我保证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就会变成火红的萨日朗。不要直接买，蓝宝娱乐开盘之后就会直接跌停，到时候直接锁好，然后就会涨停，直接吃一个地天板，之后放着就行了。没什么意外的话，蓝宝娱乐能连续10连板，10天后再买，到时候再问我怎么操作。地天板10连板，10天之后1000万变3000万，不信算了，我先睡了。哎呀，大早上的鬼叫什么呀？说偶像，蓝宝娱乐真的涨停了，我们吃了一个地天板，足足赚了200万哎！大惊小怪，你先起来。好，感觉照这个样子，我们赚他1个亿，岂不是轻轻松松啊？你好，我们是来参加招标会的，请进。哟，这不是月月的那个舔狗废物前男友吗？你怎么会在这儿？舔狗？没想到这个丑家伙还有这种黑历史。哼，你一个不入流的小公司，怎么会有邀请函呢？哦，原来就是你这个小破公司跟我竞标的。哎，兄弟们，跟你们说啊，这次竞标就是走个流程，我们大概率已经内定了。谁说招标会就是走个流程的？我们公司从来不搞内定那一套，说了招标，那叫公平竞争。更何况你们公司，在我眼里面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公司罢了。为了你们内定，哼，笑话。我还以为你们公司有多么大多么牛呢，原来也是个不入流的小公司啊。咱们走着瞧。众所周知，我们腾龙集团每年都会收一款最优秀的新药作为今年的药王，并且会以最高规格的渠道资源和宣传资源投放市场。在座2家的新药就是本期药王的最终候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提前将2家的新药进行了临床试验，试验的结果就在我面前的这个封装袋里。穆总，要不我们直接签约算了，让我跟他们这些小破公司一起坐在谈判桌上，简直就是打脸。反正都是要和我们签，还浪费这些时间干嘛呀？我为什么一定要和你们签？穆总，这新款的药方是我找南宫家族花高价购买的，你不和我们签约，难道和他们这种小破垃圾公司签约吗？穆总，我知道你是为了腾龙集团的面子走个流程，差不多得了啊。看来我们退回的药方被他们公司接盘了。现在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了吧？10项的，赶紧滚蛋！就你这种垃圾公司，凭什么跟我坐在一起谈啊？够了，够了，不要再吵了。我这里不是菜市场，不要在这里吵吵闹闹的。当我们腾龙集团是什么地方？再给我多嘴，就给我滚出去！你说什么？是我们滚？我看你们是不想要南宫家族的药方了。我们走。李总，腾龙集团毕竟是国内最大的医药龙头，我们还有其他药品和腾龙有合作，和他们交恶对我们没有好处。就算是南宫大人亲自来了，也要记得腾龙3分。放开！我其实对这个结果还挺感兴趣的。你们2家一样的药，一样的功效，还都叫清风玉露丸，我倒想看看哪家公司的更好。什么？你也叫清风玉露丸？这药可是我们花了高价请南宫家族给我们的独家专利，你凭什么叫清风玉露丸？
居然敢抄袭药方，还抄袭南宫家族的药方，我看你是想破产了吧？南宫家族那个破药方也配让我抄？白送给我都不要。我们公司的清风玉露丸可不是南宫家的那种破烂玩意儿。你说什么？清风玉露丸破药方？在古代那可是宫廷的御用药方，真是可笑。穆总，还等什么？还不让这种售卖假药的公司让他们滚蛋！你在教我做事？为什么一定要叫清风玉露丸这个名字？我看过药方，跟南宫家族的完全不一样。其实可以换一个名字。不能换。为什么？如果药足够好的话，以我们腾龙集团的能力，可以让它快速出现在每一家医院、每一家药店里，并不需要以清风玉露丸的名气来打开市场。因为我们的清风玉露丸是真的，他们南宫家的是假的。谁敢说我们南宫家族的药方是假的？南宫先生，您来了。南宫先生，就是这小子，不但抄袭和您名字一模一样的药方，还说咱们的药方是假的。是你们？嗨，又见面了。怎么，南宫先生，您认识他们？哼，何止是认识。穆总，你可以将这2个骗子赶出去了。当初他们的公司找我合作，没想到只是为了要骗我的药方，后来被我发现了他们的真面目，终止了合作。结果没想到他们现在还在拿着我的药方招摇撞骗，跟这种人合作，怕是会有损腾龙公司的声誉。你胡说！明明是因为你们的药有问题，我们才终止的合作。而且我们研制的新配方是在你们残缺的药方上做了颠覆性的优化，早就跟你们的药方不一样了。优化？这不正是说明你们的配方是抄袭的吗？哎，别着急嘛，那不是有临床报告吗？你们磨叽这么久，就是不看报告，谁的药方有效，一目了然。报告？什么报告？我给你们2家清风玉露丸找了上百例患者进行临床试验，实验的结果就在这个纸袋里。那真是太好了，他们的山寨货的药效是绝对跟我们没法相提并论的。什么？差距居然如此之大！差距大是正常的，我们南宫家族的药，其实他们这些垃圾东西能比的。哎，小子，听到了吗？还不赶紧滚蛋！你们和我们的差距很大。哎，你怎么不提前问问是谁和谁的差距大？废什么话呀！当然是你们和我们的差距大。这可不一定。你倒是自信。穆总，别卖关子了，直接公布结果吧。没错，赶紧公布结果吧，这样才能让他们认清现实。南宫家族的药确实还不错，有一些患者的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但副作用比较大，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哎，是药3分毒，有副作用是很正常的，药效好才是最重要的。穆总，在市场上你绝对找不到药效比我们的药更好的了。哦，是吗？可是他们的药临床痊愈率却达到了惊人的100%，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什么？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世界上怎么会有100%治愈的药？你一定是搞错了。你是在质疑我们腾龙集团的能力？不是，穆总，我只是……好了，不用多说了，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出局了。哼，你们会后悔的，小子，走着瞧。墨池先生，恭喜你们，贵公司的清风玉露丸成为我们腾龙集团今年的药王，预祝我们合作愉快。真是多谢穆总了。其实刚刚那个李俊涛说的不错，这场药审就只是走个流程而已，这个结果早就被我们内定了，只不过他们天真的以为这个流程是为了他们而走的。内定？这个家伙居然早就已经把穆总搞定了，
他们俩不会是那种关系吧？莲心小姐说的果然没错，你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你认识莲小姐？你还不知道吧？腾龙集团其实是莲家的产业，只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的能力比他说的更厉害。记得你刚刚说的话，好好想想你该怎么感谢我。墨池，你跟穆总是什么关系啊？她是我女朋友。我就知道，我刚才都看到他挠你手心了。小伙子不错啊，都吃上软饭了。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这种话你也敢信啊？墨池，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下作，居然剽窃建涛公司的药方。你现在立刻放弃和腾龙集团的合作，并且把药方还给俊涛，不然以后就别想让我再搭理你。喜月，你还好意思来找我？我会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付出代价。听见没有？赶紧照做！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你是不是疯了？你难道忘了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吗？果然还是因为我跟你分手的事。我告诉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但是你如果现在把药方还给俊涛的话，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回到我身边当舔狗的机会。哎，这就是那个让你做了几年舔狗的前女友啊！没想到你的过去还挺精彩嘛，空了给我讲讲啊。她是谁？啊，这疯女人怎么谁都有？你别误会，我是那个……这是我女朋友。什么？你这个死废物，刚被我甩了就去勾搭别的女人了？我不是。股票要不要？这个王八蛋居然用股票的事情威胁我！哼，你以为这样就能……算了，不能跟强过不去。墨池哥哥，这个长得也一般，身材也一般的凶女人是谁啊？吓到妹妹了，人家好怕胖。也不用这么恶心吧？你这个骚狐狸说谁呢？墨池，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别耍这些小孩子的把戏了啊！这样只会让月月更加讨厌你的。哎，这样吧，你把药方拿出来，我就同意月月继续跟你做朋友啊。可是我不想跟你做朋友啊！哎，我不想做朋友。墨池，你不要不识好歹。俊涛愿意给你一个留在我身边的机会，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你就不要再妄想继续和我做恋人了。大妈，我是这个意思吗？哎，我行了，都别吵了。小子，你的底细我已经查清楚了，你不过是一个一点身份和背景都没有的穷屌丝罢了。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蒙骗了腾龙集团和连家，但是等他们发现了以后，你必死无疑。这样吧，你把药方交出来，我保你平安。看，连小姐来了，她一定是发现了连老的病是我治好的，请我继续回去给连老治病。小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药方交出来，我待会儿替你美言几句，让连小姐饶你一命。连小姐，您来了，您是不是发现了这小子的真面目，来请我回去继续给连老治疗的？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让连老康复。至于这个骗子居然敢欺骗连家，您把他交给我，我一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敢当着我的面诋毁莫先生。连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您还没有查清楚真相吗？这个墨池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半点医术都不懂，他就是个骗子。事情当然查清楚了，龙纹血玉的事情就是证明。连小姐，您听我给您……不用解释了，你敢欺骗我们连家，
拿我爷爷的身体当儿戏，你南宫家族等着承受我们连家的怒火吧。墨池，爷爷已经在家等着你了，我们回家吧。回家？这个家伙不但搞定腾龙集团的木总，居然还和大夏顶级家族的千金连小姐有一腿，他究竟是什么人？舒坦呐！小莫医生的医术实在了得，这才第2次，我都感觉已经痊愈了。连老，您身体情况确实好多了，已经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只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多巩固几次治疗一下比较好。叫什么连老啊？上次不都说了吗？你以后就是我们连家的家人了。跟着连心一起叫我爷爷。这好吗？哎呀，都是家人了，当然合适了。你要是再不答应，爷爷就要生气了。好。连爷爷，多了一个孙子，真好。这是哪冒出的孙子？把老爷子哄得这么高兴，居然还跟连心如此亲密。不行，一会儿子豪叫来了，我得赶紧让他走。那个莫医生，我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对，你看我都老糊涂了，还是我儿子想得周到。天色不早了，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小莫留下来吃个便饭吧。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要是莫医生没有什么事的话，就赶紧走。一会儿子豪叫来了，您忘记了吗？子豪今天要来吗？没错。莫医生，一会儿有贵客到访，不便留客，请吧。好，我这就……爸，人家刚救完爷爷，你这样做不合适。墨池，留下来吃饭。今天啊，你是主角，谁走你都不能走。你救了我爷爷，我们全家都要好好谢谢你呢。胡闹！一会儿子豪就要上门提亲了，这种家宴派一个外人参加不合适吧？我去，什么情况？好尴尬呀！要不我还是先走吧。不行。爸，你怎么也跟着胡闹？你才是胡闹！没听到我刚才说小莫以后就是我们连家的家人吗？哪有家宴把家人赶出去的道理？可是，子豪就要过来了，你自己看着吧。喂，小周，好，我马上过去。爷爷，我不想嫁给周子豪，那个周子豪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外面女人多的都能凑一副扑克牌了。都是那个逆子，以为我快要死了，居然偷偷出去找周家联姻。不过没关系，还好有小莫。现在我老头子身体好了，你不想嫁，谁也不能逼你。不过周家的实力不比我们连家差，想要解除婚约，还得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要是你有个男朋友就好了，要是你有男朋友，就可以把责任推到那个逆子身上，告诉周家你已经有男朋友了，都是那个逆子自作主张。可是我上哪儿去找男朋友啊？是啊，现在去哪儿找男朋友呢？看我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哎呀，今天开心，喝一杯。好。本以为自己多了个孙子，没想是多了个孙女婿。
连爷爷，是假装您的孙女婿，不是真的。这个墨池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难道当我的男朋友很丢人吗？对，我们只是假装男女朋友，不是真的。都一样，就算是真的，我也没意见。爷爷，来，子豪，餐厅在这边。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让你走了吗？谁让你坐在这里的？那是你能坐的地方吗？赶紧起来，给子豪让座。要不还是算了吧，你爸的脸色有点吓人，我怕他一会儿打死我。放心吧，有爷爷在呢，他不敢的。那你自己搞定。没问题，交给我。墨池是我男朋友，他凭什么起来？男朋友？连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子豪，你别误会，这个人绝对不是莲心的男朋友，肯定是莲心专门气我的。莲心，你闹够了没有？赶紧给子豪解释清楚。解释什么啊？墨池就是我男朋友。你哪来的男朋友？当真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一共才见过2次吗？不信是吧？现在信了吧？你这个逆女，我怎么有你？不要再装了，真当我傻呢。连叔，当初可是你上门求着我们周家联姻，现在怎么老爷子病好了，翻脸不认账了是吧？真当我们周家好欺负呢？子豪，别误会了，这个人绝对不是莲心的男朋友，他是一个医生，老爷子的病就是他看好的。哎，不信你问老爷子，老爷子总不至于骗你一个小辈吧？是吗？子豪啊，连城说的没错，墨池是个中医，我的病就是他看好的。不过他是我孙女婿，这事儿也是真的。女孩子脸皮薄，没有告诉家里交男朋友这回事儿，所以才闹出了这乌龙。这件事儿是我们连家的错，回头我亲自上门去跟你爷爷道歉。连爷爷既然发话了，那身为小辈，自然不敢再说什么。可是中医，我还真不信。哎，连爷爷，您说您的病是中医治好的，这我还真不信。这些年我大大小小找过上100位所谓的中医圣手，全是徒有虚名的骗子，更何况还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中医。上100个中医，你接触这么多中医干什么？难道你身体出了问题？要不让小莫帮你看看，他的医术堪称举世无双，不论你有什么问题都能治好你。我不是我那个什么，对，是我一个朋友。我朋友他不重要，反正重要的是中医全是骗子。周子涵，我爷爷的病你又不是不清楚，寻遍全国名医都束手无策，墨池医生一出手，药到病除，这还能有假吗？哎，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愣着干嘛？给我检查呀！你不是不信中医吗？我当然不信，我只是为了证明你是个骗子。纵欲过度，阳气外泄，重度肾虚。你确定要我看？怎么怕了？确实怕你丢人呀！你真的要我看？少废话，赶紧的！小莫，你就给子豪看一下。怎么说，子豪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好吧，爷爷。哎，你这病啊，
根本用不着把脉，我一看就知道，你这是长期纵欲过度导致的严重肾虚。你放屁！骗子！你血口喷人！谁不知道我周子豪是全海城最威猛、最精壮的男人？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这病我能治。治什么治？果然是个骗子！你看你把人气的啊！大哥，你真能治啊！大哥，此话当真？你按照这个方子，每日煎服，我保证你能重振雄风。还有啊，你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西地那非的药，你就别吃了。你这身子虚空啊，全都是吃那个药吃出来的。西地那非是什么？伟哥。感谢墨池大哥赐药，从今天开始，墨池大哥就是我周子豪的再生父母，我以后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感谢大哥。废话不多说，小弟吃药去了。等一下。周子豪，我们的婚约怎么办？什么婚约？那当然是废除了。墨池现在是我大哥，你是我大哥的女人，做小弟的怎么可能会对大嫂有觊觎之心？勾引大嫂这种事儿，我周子豪这辈子绝对干不出来。谁要去了？等一下。不会真要来打死我吧？连叔叔，我和连心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只是……打住，和连心没关系，是我……不对，是我一个朋友。朋友想托我问问你，你那药方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啊？完了，全他妈完了！你要是真的完了，老娘就白伺候你这么多天了。俊涛，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还有，你不是说墨池爱你爱的死去活来吗？你去找他，让他把药方给你。今天你也看到了，他不给我呀。那是你用的方式不对，你不是说他一直很想要你吗？你去睡了他，他就能给你药方了。李俊涛，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怎么可能会为了……这卡里没有1000万，你去找他把药方买下来。他得到了你，还得到了1000万，他有什么理由不给你药方啊？啊！你怎么在这儿？没想到分手了，你还是把备用钥匙放到我习惯的地方。你到底想干什么？墨池，我后悔了，你知道吗？我跟李俊涛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要报复你，我的心好痛，我怕你受到伤害，所以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然后呢？墨池，那药方你把握不住，把它交出去吧，放心，不会白给的。我跟他说尽好话，才让他同意给你10万块买下这个药方，那可是10万块啊！你得多少年才能赚到那么多钱？有了这些钱，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臭屌丝，哪里用得到1000万啊？10万块都是多给的。墨池，不要再跟他们斗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我一直想要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你把药方交出去，我们就可以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只要你答应，今晚我就是你的。你不一直想要我吗？就今晚吧。原来还是为了药方。不过这李俊涛够大方的呀，不但给钱，还把女朋友都献祭出来了。他如此热情，我要是拒绝的话，岂不是太没有礼貌了？死舔狗，还不是被我随便拿的？养了你这么多年，收点利息不过分吧？
墨池，姐姐来了，你们干什么呢？房东太太，你是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房子，我当然有钥匙了。墨池，你怎么把这么不正经的女人带到我的房子？你忘了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吗？你这个老女人，说谁不正经呢？你个骚货，你说谁是老女人呢？你才是骚货！大半夜穿成这样来我男朋友房间想干什么？墨池，你当初不是跟我说你是单身吗？我的房子不租给情侣的。我就是单身呀，这是我前女友。哼，前女友大半夜耐不住寂寞，跑到这里来发骚。你才发骚呢！你这个贱女人！柳烟儿，你真是我的大救星啊！哎，好了，那个你们先吵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不准走！不准走，不走是傻子，留下来不得被你俩生吞活剥了。哎，出租车！这件唐三彩，无论是从釉色还是工艺来看，都是难得一见的佳品，绝对是真品。既然几位专家都认为这是真品，那我们就把它……等一下，各位，请稍等一下，这件东西价值实在是太高了，我还请了一个人过来看一下。来了，你怎么那么慢啊？路上有点堵车，你这么着急叫我来，什么事儿啊？哎，我想请你看一下这件唐三彩。唐三彩现代工艺仿品。假货！什么？什么？假货？胡说八道！看来你真的一点都不懂。今天让我来教教你怎么鉴别唐三彩。首先要看釉色，这个唐三彩色泽柔和含蓄，符合真品品相。其次重量，真品的重量要比赝品还要更压手，没有那么轻盈。最后看纹路，你看它的纹路多么的精致细腻，代表了我们古代最高的工艺水准。这根本不是现代工艺能做出来的，这绝对是真品，假不了。小子，你口口声声说这东西是假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据啊，简单啊。小伙子，怎么敢？这是周少给他爷爷的寿礼，价值2个亿，赔得起吗你？区2个亿而已，我大哥摔了便摔了，大不了老子赔就是。但是你们谁都不能质疑我大哥。切！大哥，你怎么来了？哎，你给他放着，真厉害。咋的？那个刘老板，这件确实是件赝品，是我们看走眼了，要不我们把鉴定费退还给您？实在不行，我哥俩凑一凑，把这唐三彩赔给你也行啊。是啊，是啊。那怎么行啊？要不是这几十年你们几位老先生为我珍宝阁保驾护航，我珍宝阁也没有今天呢。怎么能因为一次的小小失误就抹杀你们对珍宝阁的贡献呢？区一个唐三彩不算什么，我刘某赔得起。大哥，还是你眼力好，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假的。哎，不对，那我给我爷爷准备的寿礼怎么办？周少，不一定非要买古董啊，玉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明天海城刚好有一个赌石大会，我们一起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哎，大哥，你懂不懂赌石啊？哎，还行吧。太好了，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去。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不但在古玩市场上有如此眼力，竟然在赌石上还有如此造诣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天才。刘老板，你是从哪里请来的一尊大神呢？不用请，不瞒你们说，莫兄弟马上就和我是一家人了。啊，一家人？什么意思啊？恭喜刘老板，觅得家婿了！家婿！哎，子豪，
你听我解释啊！解释什么解释？都是男人，我懂。你懂个屁呀！子豪，子豪，你听我说，真不是。解释什么呀？解释，大哥，我懂。走，今天你帮我省了2个亿，我请你喝酒，今晚不醉不归。走。森林呐，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去学就来。活该你肾虚。墨池，好久不见。马小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吃饭啊。哎，走，我跟你说啊，咱们今天好多同学都来了，咱们一定要聚聚。走。哎呀，这菜不错呀。看，谁来了？墨池，我记得这个宴会没有喊他来，你们叫来的？没人喊他呀，大家都知道班长跟墨池有矛盾，怎么可能会喊他？对呀，班长你不说话，我们怎么可能会喊他呀？就是，依我看，不会是这墨池没钱吃饭了，知道咱们在这儿聚餐，故意来蹭饭的吧？你们误会了，墨池也是来吃饭的。我刚才碰见他就喊他进来了。大家都是同学，没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吧？切，就你们这种饭，我还不屑于蹭。小雨，你也看见了，咱班同学好像不太欢迎我。以后呀，咱们俩单独聚。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站住！站住！班长，你还有事儿？墨池。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啊，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你是个穷屌丝啊？你看我桌子上这儿，阿拉斯加帝王蟹、波士顿大龙虾，这桌上的菜哪个是你能吃得起的？还真是。这个墨池上学的时候啊，一天就打4份工，赚来的钱啊，全都养了他那个女朋友，自己连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还在这大言不惭的说看不上我们这一桌子大餐。要我说，那席月就是瞎了眼，当初放着班长这么优秀的人不选，非得选择他，也不知道现在后悔了没有。你们还不知道吧？席月啊，早就把他给甩了。墨池，原来你是被甩了，来这里报复性消费啊？这地方你吃得起吗？啊，这样吧，你今天冒犯了大家，你给各位同学道个歉，求得他们原谅。今天这顿你从来没吃过的美食，我就让你免费蹭了。哼。干嘛？干嘛？没发烧啊，我还以为你发烧了，把脑子给烧坏掉了呢。墨池，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你知道班长现在是什么身份吗？周氏集团最年轻的高管，班长愿意给你一个和他一块上桌吃饭的机会，算是给你面子，还不赶紧给班长道歉？哎，本来今天我是不愿意以势压人的，毕竟咱是同学嘛。但是这个墨池他也太过分了，我必须要让他给大家道歉。周氏集团难道是周子豪他们家的公司吗？大哥，我跟你说话赶紧道歉，看哪儿呢？周少，周少怎么来这儿了？周少能被班长称为周少，难道是周氏集团的太子爷周子豪？没错，他就是海城周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整个海城也只有他可以叫周少这个称呼。哎，快看，周少朝我们房间走过来了，难道是周少知道班长在这里吃饭，专门过来敬酒的？看来班长在周氏集团的地位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高啊！对呀，周氏集团未来继承人竟然专门过来打招呼。哎，我也就是小有成就，不足挂齿，没想到周少会专门过来和我打招呼。哎呀，班长就不要谦虚了，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周氏集团的高管，还被周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看中，未来一片光明啊！可不像某些人，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某些人，你是在说我吗？哎呦，还有点自知之明啊！你们太过分了，大家都是同学，有必要这么说吗？牧师，
这种趋炎附势的同学，咱们不要也罢。走。哎，小雨啊，别着急啊，等周子豪来了，咱们一起走。刚好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说什么？他要把周少介绍给马小雨认识？哎，墨池，你脑子没病吧？周少是来找我的，你不会以为和我认识就可以和周少攀上关系吧？你怎么知道周子豪是来找你的？哼，不是来找我的，难道是来找你的？是啊。哼，墨池，你不仅穷还蠢呢！周少马上就过来了，你还在这吹牛逼呢！墨池，咱们赶紧走吧，别跟他计较了，不然一会儿真丢人了。放心，一会儿丢人的绝对不是我。大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你半天了都。哎呦喂，哎呦喂！大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你半天了。周少，叫大哥我都不好意思，叫我小涛就行。大哥，周家的大少爷竟然喊班长大哥！嗯，你是谁？周少，你不记得我？哎，去，赶紧给我看。大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墨池居然真的认识周少？这，墨池怎么可能认识周少？这周家大少竟然喊墨池大哥，我没有听错吧？不对，周少一定是认错人了。墨池这种臭屌丝，怎么可能会认识周少这种大人物？哼，是我表现的时候了。周少，你嘴上的大哥应该是他，傅涛，我们周氏集团最年轻的高管。这个人就是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起的臭屌丝而已。你是我们周氏集团的高管？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没见过。你不是说周氏集团的高管会议都是由你主持的吗？怎么，现在周氏的太子爷来了，反而不认识你了？难不成班长大人一直在吹牛啊？你胡说！周少，您不记得我了吗？是我呀，小涛啊！您跟领导开会的时候，我还给您倒过咖啡呢。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你在那儿端茶送水，给我们擦皮鞋的傅涛。是我就说吧，周少肯定是记得我的。你们笑什么？敢笑话我？你们是想与周氏集团为敌吗？周少，你打我干什么？打你？你他妈的也敢自称代表我们周氏集团？傅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周少，你别开除我啊！你敢拿手指我大哥，我今天没给你手剁了就算是好的，赶紧给我撒开！墨池，墨哥，墨爹，我求你了，你跟周少说一声，别开除我呀！且开，我跟你啊不熟。周少，别开除我呀，周少！哎呦喂，别开除我！哎，大哥，别被那些垃圾坏了心情。走，我带你再找别的乐子去。哎，子豪，帮我个忙吧。啊，我想创业，你帮我找个办公大楼，我要成为真正的权贵豪门。我不想再被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拉踩。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说，你得以后让我跟着你混。好，走。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新公司。我们？没错，我们已经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股票账户上的钱也已经过亿了，而且清风预录完过亿的分红也已经到账了。今天从这里开始，我要创建一个大大的商业帝国。怎么样，乔总裁，你有兴趣加入我的商业帝国吗？当然了，别想丢下我。很好，那我们的商业帝国就从打扫卫生开始吧。没问题。你愣着干什么？不会这些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吧？我也不想啊，但是我一会儿还有个董事大会要参加，所以就劳烦乔总裁您亲自主持大局。好，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拜拜。混蛋！爸，
爸，这人架子也太大了吧！等了这么久还不来，让你等你就等，哪那么多废话？记好了，把你的大小姐脾气收一收，刁蛮公主那一套给放一放啊！等一会儿啊，墨池来了，好好对人家啊！那我要不要开个酒店，晚上把他给睡了呀？哎，你还真开窍了啊！你别说，你要是能把他搞定了，咱们祖上就算积德了。爸，你说什么呢？我也就是说说而已，就你这样，怎么配得上墨池兄弟啊？石老板，墨池兄弟来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石林，是我的女儿。哦，你好。墨池兄弟，小孩子不懂事，不要往心里去啊！咱们进去吧。这周围怎么这么多商贩呀？嗨，里边进不去啊，他们就只能在外边摆摆。不过呢，这外边没什么好东西，也就只骗骗外行的。哼，那可不一定，我来看看。九转还魂石，内含九转还魂玉。哼。九转还魂玉什么玩意儿？不过听名字就很值钱啊！哎，快过去！哼！哎，老板，这石头多少钱？小伙子，你眼力不错啊！这块石头是缅甸赤王坑出来的极品原石，你要诚心要，我给你打个折，88000带回家。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是你啊，老板啊！不过你现在怎么改行卖石头了？啊，还不是因为你啊！上一次你只花了300块钱买了我100多万的古董，我在旧货市场成了笑柄，家里婆娘知道我丢了100多万，都不让我上床了。那真是对不起了，老哥。不过这次我老婆还是给了我800块钱的预算，我多给你点儿，400块钱怎么样？哼，你少来！我把话挑明了吧，这块石头我8块8收的，别人来88我就卖，你的话88000，1毛都不能少。哼，那行吧。转过去了啊！你这个，你真给啊？拿着吧，就当上次分红了。河边捡了个乱石，卖了88000，我倒要看看家里的婆娘还敢把我踹下床不？这石头到底什么玩意儿啊？先生竟然这么看重它，一定大有玄机啊！大哥别高兴得太早，等我开出来东西的消息传出去，你婆娘得弄死你。就这还敢称是赌石专家？这块石头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块废料，你还花88000去买它？爸，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呀？闭嘴吧！墨池兄弟买这石头一定有他的道理，你等着看吧，一会儿就知道了。墨池兄弟，这块石头难道另有乾坤？没错，而且啊，这块石头不比上一次的差。什么？这里边有什么呀？竟然比那个龙纹血玉还强！这里面是周子豪，周氏大公子，周氏集团的未来掌门人，这才是真正的豪门贵公子啊！爸，以后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就介绍这样子的，像他这种穷屌丝，可别往我身边带了。早知道我今天就不应该来。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周少居然对我笑了，他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别做梦了，周少不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我的，难不成是来找他的呀？大哥，周少居然跟他认识啊！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介绍给你了吧？那还不是因为周公子待人绅士有涵养。爸，他们两个关系这么好吗？现在知道后悔了。我早就说过墨池兄弟不一般，不过你现在弥补还来得及啊！我才不要！你，你
是不是啊？哎，算了，你肯定吃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想当太监的话，就收敛一点。我给你的药你这么造，身体也顶不住啊。真不怪我，大哥，昨晚那个司令呢，你也看到了，这顶不住，有绝活，这顶不住，实在顶不住啊！绝活啊？哎，什么绝活？仔细说。我跟你说，这么大，哎，我昨晚然后就完了。我靠，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吗？要不是有大哥给的药，我今天估计都下不来床。哎，大哥，要不要让那个司令呢来陪你一下？那就算了吧。那也对，怎么让大哥吃剩饭呢？哎，大哥，司令呢，他有个双胞胎的妹妹，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我让他加你一下。这不太合适吧？哎，我给你加上了啊。下贱。下贱。周大少爷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长进，满脑子只想着女人，没有别的东西。这是谁啊？不会又是你老相好吧？还真不是，他呀就是个母老虎。周子豪，你说谁是母老虎？说的就是你，你个病秧子，不在家好好养着，干嘛跑这儿吓人啊？病秧子。我靠，怎么一团黑气啊？什么？你能看出我的病？我大哥可是神医呀，就连连老爷子的病都是我大哥治好的。怎么样，你求求我，我让我大哥给你看病。连老爷子的病是你治好的？那你能治好我的病吗？不能。看来是我想多了。好了，我们走吧。哼，大哥，你真治不了？能治啊。啊？不过，这女人是谁啊？哈，她是萧家的千金大小姐萧若晴，他们家跟我们家世代仇敌，到了我们这一辈，也自然而然的就是死对头了。不过呀，她身体从小就不好，说是命里缺了什么魂。这次的赌石大会的10万开采地，曾经出过一块九转还魂什么来着？九转还魂玉啊，对，就是九转还魂玉。还是大哥你有见识，听说那玉啊带着能够镇魂，他们估计就是奔着这块玉来的。不过有我在，他们一定不会轻易得到它。九转还魂玉，不就是这块石头里面的玉吗？什么？九转还魂玉在大哥您手里？怪不得您刚刚说能治呢。大哥，今天这石头您可得帮我好好看看，我得给我家老爷子准备寿礼呢。没问题。哎，墨池兄弟，还有我那石头啊，现在也不够用了，你得多帮帮忙啊。爸，这种事情你也信他？刚才外面那块石头明显就是废料，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懂赌石的人。哎呀，你懂什么？墨池兄弟买那个自然有他的道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欢迎各位尊敬的嘉宾来到我们佳士得拍卖场，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这石头不错，够白。确实不错，不仅够白，还够大，这是块好石头啊。什么又白又大？这石头不是小小黑黑的吗？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哎，大人说话，小孩不懂就别插嘴。哦，既然墨池兄弟啊说这块石头不错，那一会儿咱们就拍啊。主持人也可以拍。什么主持人？你刚刚不是说这块石头不错吗？跟主持人有什么？啊，流氓！哎，墨池兄弟，这石头到底能不能拍啊？看着还不错，应该可以拍。哎，这块原石的起拍价格30万。什么？30万？都说你是土包子吧？像这种级别的拍卖会，30万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还有100万、1000万，甚至还有1万的石王。像你这种，也只能在外面买几百块钱的废料了。切！我出35万。40万。别拍，别拍。
这块石头不是没问题吗？石头没问题，但是价格有问题。他这个价格配不上他自己的实力。啊，懂了。爸，你怎么真的信他的呀？闭嘴，听墨池兄弟的没错。接下来是我们第2件拍品。第3件。第4件。第8件。你到底懂不懂啊？连续8个东西全部摇头，害得我们错过那么多好东西。第9件拍品，也是我们今天倒数第2件原石半开窗祖母绿。哦，我知道了，你果然是个骗子，前面错过那么多，只有看见这种开了窗的，才知道是好东西，是不是？这块石头都已经开窗了，这应该没啥问题吧？等我看看。哎呀，这个也不行。虽然已经开了窗，但是上面只飘了一点点绿，底下全是黑的。你是眼瞎吗？连这种料子都摇头？我告诉你，这块料子我要定了。你别冲动啊！你听墨池兄弟的，他不会看错的。爸，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压根就是个骗子！我一定要把这块石头拍下来，拆穿那骗子的身份。现在开始竞拍，起拍价600万、620万、 650万、700万。看到没有？好的东西，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也就是你这个睁眼瞎看不出来它的价值。1000万，1000万，不拍了，不拍了，不拍了。你疯了吗？直接加300万。你懂什么？这叫策略。我一点一点加价呢，会激发别人的好胜心。但是如果我直接喊到1000万，反而没有人敢加价了。这位女士出价1000万，还有没有人跟价？1000万第1次，1000万第2次，1000万第3次，1000万成交。恭喜这位女士拍得此次半开窗祖母绿明料，请上台付款领取您的拍品。成功付款1000万。这位女士，请领取您的拍品。我要现场开始。石老板，现在劝他还来得及。这块石头，你要是转手卖出去，还能赚点钱。如果被他现场开石了，恐怕要亏得血本无归呀。墨池兄弟，这料子真有这么差吗？很差，就上面那一点点飘绿，里面什么都没有。算了，我这个女儿也不会听我的，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让她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吧。管不了吗？真要不管了，这石头的1000万是怎么付出去的？看来这石老板也没那么信任我。嗨，看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拍品十分满意，竟然要现场开始，那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也让大家一起看看能开出怎样的惊喜。就从这儿起。请问石女士，您认为这块石头能开出什么样的惊喜呢？当然是满绿。满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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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绿。看来大家都对这块明料有很高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吧。满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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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绿。什么都没有啊！哎呀，这什么情况？哼！哎呀，早知道就听墨池兄弟的了。哎呀，哎，真可惜啊！这么好的明料，居然什么都没有。1000万就这么打水漂了？我大哥说不行，那就是不行。居然还有人不信邪，活该你亏钱。都跟你说了，让你听墨池兄弟的话，现在好了，丢钱还丢人。你不是也不信吗？关卡里的钱是谁给我的？别瞎说。哼，大哥，接下来可就是那个狮王了。您一会儿可真得帮我好好看看，绝对不能让萧若晴那个疯婆娘得偿所愿。好，让我看看。
干什么？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狮王登场。作为今天的压轴拍品，它的起拍底价1个亿，1亿1000万，不愧是萧家呀，出手就是1个亿，1个亿呀！大哥，这狮王到底怎么样？里面有没有他想要的什么九转还魂玉啊？我来看看。1亿1000万1次，1亿1000万2次，怎么没人继续加价了？谁敢加价？他可是萧家的千金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没有人会蠢到因为一块石头去跟萧家作对啊！大哥，你看好没有啊？马上就要落锤了呀！不愧是狮王，里面真是好东西。不过你不用拍了，里面的玉虽然是块好玉，但是里面的料不是九转还魂玉。好的，1亿1000万3次，1亿2000万，哎，1亿2000万，哎，你怎么还拍啊？你不是要给你爷爷送寿礼吗？大哥，我不给我爷爷送了，我就是要给这个女人添堵。我爷爷要看到我给她添堵了，能开心的多活10年。1亿3000万，1亿3000万，0一毛。周公子，每次至少加价10万。哦，那就1亿3010万。周子豪，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是又怎么样？我有钱，老子乐意。 5亿，5亿？什么？萧大小姐居然从1亿多直接加到了5亿，这已经远超这块石头的价值了。你不懂，这不是钱的事，他们争的是周家和萧家的面子。周子豪，你还敢跟吗？哼，不跟了，不跟了。你牛，你有钱行了吧？5个亿第1次，5个亿第2次，5个亿第3次，成交。周子豪，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不会是周家没钱了吧？你记住，这一局是我萧家赢了。那可未必，这块石头肯定开不出来你想要的。你怎么知道开不出来？我大哥说的。我大哥说开不出来，那就是开不出来。我靠，怎么还扯上我啊？你们神仙打架就别让我这个小鬼殃及池鱼了好吗？哎。大哥，你刚才不还是神医吗？现在怎么又成赌石专家了？周子豪，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主持人，我要现场开石王，给这个狗东西看一看。好。这块石王，我们萧家请了全海城最顶级的专家们都分析过了，说大概率会开出九转还魂玉。我不信，他比所有的专家还厉害吗？我大哥说开不出来，那就一定开不出来。你那所谓的什么专家，10个加在一起都比不过我大哥一根脚趾头。那就拭目以待吧。哎呦，涨了，开涨了！这是顶级的和田白玉啊！不愧是石王，开出来的东西就是好。怎么可能？难道和田玉的颜色和九转还魂玉的颜色一样，所以分辨不出来吗？大哥，这俩玉是一个颜色吗？当然不是，和田玉是乳白色，九转还魂玉是青色，这俩颜色可差多了。哼，你懂什么？九转还魂玉都多久没出现了？你怎么知道就是青色？我大哥当然知道，他现在手里就有一块九转还魂玉。什么？他竟然有一块九转还魂玉？在哪里？大哥，拿出来给他看看。你们打架就不要把我牵扯进来了好吗？我不用你帮我吹牛逼啊。喏，周子豪，就这么一块破石头，你逗我呢吧？破石头？我告诉你，你要的九转还魂玉就在这块破石头里面呢。不可能，就这么一块品相低劣的石头，九转还魂玉怎么可能在这种破烂货里？我大哥说在里面，他就一定在里面。大哥，这个娘们儿竟然敢质疑你，咱们也现场开石，让他们见识见识我大哥有多牛逼。哎，美女，我们也现场开石。好。
还拿着外面那个废料呢。这是什么材质？我竟从来没有见过。不知道，不过之前墨池兄弟说他能够比肩龙纹血玉，应该是真的。竟然真的开出了九转还魂玉，太好了，我的病有救了。这块玉我要了，你开个价吧。周家和萧家世仇，卖给他，太不给周子豪面子了。要是不卖，萧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东西在我手里不是什么好事，那我就送给你了。算你识相，不过你放心，萧家不会亏待你的。哎，谁说我要送给你啊？啊？周子豪，这块九转还魂玉送给你了。来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爷爷要过生日吗？这块玉啊，就当做给你爷爷送的寿礼。萧小姐帮周子豪选石头，本来就是我们俩昨天商量好的。这块石头啊，就当做是送给他的贺礼。真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我记住你了。我靠，这女人一点道理都不讲啊！大哥，就是仗义啊！怎么样，想要啊？求求我！对，没错，干得漂亮，把仇恨值全部都吸引过去。你说吧，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这块玉给我？你们继续吵，继续斗，最好把我忽略，千万别再把火烧到我头上。想要啊？简单，你呀，做我大哥的女人，给我大哥再生个大胖小子，这玉啊就给你了。嘿嘿，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呀？你把这块玉给我，我还是能同意让他追我一下。追你？你算老几啊？你也配让我大哥追你？今天晚上洗干净，去给我大哥暖床，这块玉就给你。大哥，怎么样？还满意吗？满意你确定要让我给你暖床？你们确定今天是他的生日？错不了，我跟他同学4年了，记得很清楚。我在公司查过他的入职资料，的确是今天。你的礼物呢？我就是那个礼物呀。你还跟着我干什么？九转回魂玉我都已经给周子豪了。我来给你暖床。那是周子豪胡说的，你别当真。你不想给我治病啊？哎呀，没有，治病当然没问题啊，只是这种事情。怎么，是我不够好看，还是身材不够好？啊，不过没有不过，今晚我要定你了。生日快乐！